舅舅，今天我们吃什么呢？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三杯鸡。其实三杯鸡最早源自江西南部，传到台湾后，结合当地口味和食材，演化成台式三杯鸡，一杯麻油，一杯酱油，一杯米酒，成为广为人知的经典台菜。舅舅喜欢一反传统，在里头加点芋头，没试过的朋友可以试试看。不粘锅内倒入一点油，炉开文火，再将芋头200克切成条状，倒入文火煎香。芋头先煎一煎，煎过的芋头表面略带焦香，外层变得比较硬，内层软糯，焖煮后更有层次感。比起直接焖煮的芋头，它不会一焖就化水，吃起来更粉香。芋头含淀粉多，若直接下锅焖，很容易煮到后面变得糊烂，甚至融进汤汁里。先煎过能略微形成保护膜，让芋头保持形状，不容易煮烂，口感更完整。芋头本身带有些许草酸或粘液感，稍微煎过能减轻这种涩味，也让成品吃起来更顺口。希望舅舅有把话说清楚，若有舅舅说不清楚的部分，欢迎大家留言提问。芋头煎至视频中这状态即可取出，搁置一旁备用。原货不需清洗，全鸡腿2个，去骨后切成方块状，鸡皮向下放入煎一煎。煮三杯鸡，把鸡肉先煎一煎，是这道菜关键的出彩步骤。煎鸡时，鸡皮的油脂会慢慢渗出，与锅底接触会产生梅纳反应，类似焦香，释放出浓郁香气，为整锅三杯鸡打下香喷喷的基础，比直接煮得更香。鸡肉先煎过，表面会形成一层轻微焦壳，像个保护膜，在后面焖煮过程中可以锁住鸡肉里的水分，吃起来不会干柴，仍然多汁嫩滑。鸡块直接焖煮容易碎散变形，尤其是鸡腿或鸡翅，先煎一下可以让外皮稍微紧实，焖到最后还保持完整的块状，看起来更有卖相。三杯鸡讲究色香味，鸡肉先煎一煎，表皮已有金黄底色，后续加酱油、米酒焖煮时更容易上色，出来的鸡块油亮发亮，色泽更诱人。将锅底的粘渣清理干净，可以适量再加点麻油或植物油，香味更足。生姜30克，切片后放入煎香。生姜本身含有姜辣素和香精油，直接放进去炖煮，香味释放的慢而浅，而用油先煎，高温能快速释放香气和辣味，让整道菜从一开始就香气四溢。中小火慢煎，直到边缘卷起，表面金黄微焦为最佳。再将蒜瓣50克放入一起爆香。炒至蒜瓣溢出香气，全部挪至一旁，然后在锅中腾出一个空间。冰糖30克，击碎后直接倒入。这糖里头可以加点油，加速化开，煮至糖化开，溢出焦糖香味，小心冰糖太黑会变苦。这时候再将炉转中高火，然后将生抽30克倒入，炝一炝，然后再将鸡肉加进来，一起拌炒均匀。加老抽15克调色，喜欢色泽重一点的朋友，这老抽可以再多一点。接着加入清水150毫升，传统三杯鸡不放一滴水，全靠麻油、米酒、酱油这3种慢火焖煮鸡肉，形成了三杯鸡的名字。但是因为这里气候燥热关系，除非是当成月子餐，不然生姜、米酒、麻油都要少放一些。把锅中的鸡和调味料炒匀，盖上锅盖，焖个1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开盖，稍微拌一拌。
这时候再将预先备好的芋头全部倒入。舅舅的3杯鸡属少油少盐做法，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享用。盖上锅盖，将芋头焖软。米酒50毫升，米酒要选用纯正米酒，香气浓厚，不要用料酒代替。最后再加入1大匙麻油，这个过程让酒精挥发，酱香渗入鸡肉内部，汤汁开始变浓稠。转中大火，开始收汁，约3到5分钟，汤汁会从多转少，变得略浓稠，但还带点流动性。不要炒干，留点酱汁挂在鸡块上。像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离火了，取出个砂包加热。3杯鸡若用砂包盛装，香气更足，保温更久。锅热后，再将3杯鸡全部倒入，加点红辣椒，喜欢辣的可以在煸香步骤加入小米椒或干辣椒段一起炒。关火前最后一刻，撒入适量9层塔，盖上锅盖。再顺着锅盖边缘淋上一点白米酒，把米酒淋在锅边，而不是直接倒入锅中，让酒沿锅边滑下，预热产生香气。最后将9层塔翻炒出香，一上桌，香气就扑鼻而来，那是麻油的温润，酱油的焦香，米酒的醇厚，还有9层塔的馨香，层层叠叠，勾起人胃口。鸡肉外焦内嫩，皮酥肉滑，酱汁紧紧包裹每一寸肌理。咸中带甜，微微酒香，吃一口就停不下来。而最令人惊艳的是那一块块煎过再焖煮的芋头，外层微脆，内里粉糯绵密。吸饱3杯酱之后，每一口都是浓缩的精华。它不像一般的芋头那么清淡，而是带着烟火气的浓香。一口咬下，甚至比鸡肉更叫人上瘾。9层塔收为点睛，不止提香，还让整道菜在浓郁中透出一股清爽的尾韵。芋头3杯鸡色泽油亮，鸡肉酥香入味，带点焦香，9层塔提香不腻，咸甜平衡，麻油温润，真的很好下饭。对，这很好吃哦。是的，超满意。我是彼得舅舅，我是嘟嘟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